第一時間然後半小時的时間手又在發抖，然後就很開心，超驚喜的成績來的。這個故事是在1個星期內寫出來的。那段過往的歲月有很多的離散，一輩子就誤會也好，就等待也好，就過去了。調皮它是一個很容易產生戲劇錯位的東西。黃庭松，那個黃牌來哦。那邊的人寫信，這邊的人收信。那如果那邊那個人不是本人呢？是一個替代他的女生呢？這個故事線就慢慢生長出來。有趣送酒，匠心安康。蘇柔來自於我對阿嬤媽媽很直觀的感受，堅韌，精神內核很穩定，很會去給自己尋找到一個自洽豁達的狀態。海南我的心真會清。面對生命重大轉折，都是往內收的。命歡樂，我都想過就買回小號。木生的一個原型，外婆的哥哥在那邊幹苦力，踩3輪，寄了很多錢回來，養大了2個小孩。60年代初就上了大學。我們潮陽那一帶的像木生這樣的人非常多，肝膽義氣，很孤勇。還有一句潮汕土話是用雙當怕細薄相剛。南枝這個角色，我們在泰國遇到很多這樣的老太太，有很多華文小說描寫50年代、60年代的泰國的唐人。有一本小說《南風吹夢》，男主角的小姨，她中西交匯，非常清醒的女生，沒有遇到適合的愛情，她就沒有走入婚姻。我們的創作一定是不能靠幻想的，純硬編出來的，其實我們是過不了這一關的。我從2019年開始去拍一部海外潮汕的紀錄片，叫《四海潮味》嘛，接觸了有差不多300個海外華人的家庭的故事，包括我聽到我們一個小夥伴，他外婆等了一輩子，白髮蒼蒼了，突然有一天村口來了個人，拿了一個月亮形的手勢對暗號，手勢是一對，對上了，說我是誰的後人。同行小夥伴後來就飛過去了，發現那邊好大一個家族在等他們。經歷天家有花，港槍芒歸則鉗，直插古啊。最大的主線是2個女生生命的交匯，2個天才俠女。南枝她很心疼他們這一家人，蘇柔和木生有這麼至真至美的一種愛情，在南枝這裡是一朵舉起燦爛的花，她不想讓它枯萎。另外一種，我的父親因為木生多陪伴了我幾10年，我就應該這樣去回報他。自從做了那個決定之後呢，他有一直在掙扎，我什麼時候要把這個真相還給蘇柔呢？應該是在第7、第8稿還多少的時候，我在這個問題上被卡住過。寫到他在給蘇柔寄單車的時候，澤華已經13、14歲了，叛逆期嘛，為什麼你要把這個單車給對面那個家庭？為什麼不是先給我？我媽媽，你很自私，你埋了人家這麼多年，你為什麼有權利去剝奪人家知道的權利？南枝被兒子說的哇，哭得稀里嘩啦的，但不知道怎麼辦。我最後是選擇留白。電影裡面有很多人物的選擇，我有時候會回到一個很簡單的人之常情，做人要有情有義，就是很樸素的。重要情節轉折的那幾封主要是我寫的。木生去跑船了，與妻一別，八載有餘，日思夜想，歸期遙遙。我寫到那個憑勤儉來立業的時候，在那裡哭了，真的是靠一分一分錢攢，我會有很快的鏈接到我的最至親的人身上去。那封恰江上生明月，剪片的時候哭了。七夕當夜你衣錦歸來，人是少年模樣，直接寫的時候就淚目的。大部分橋段我都是可以共情到流眼淚的。我是 INFJ 處女座。我們前面花了很多時間在摳別演員的表演，所以其實成本是不低的。但後來也沒有什麼錢了，去泰國拍，帶了2台 A7S3，一個穩定器。我們能看到噪點，看到那個色彩細膩度不夠，或者說我都是蒙太奇跳剪，也沒事過。那我要保戲拍完了。從小看很多電影的，租那種 DVD 來看嘛。周星馳後來上了大學，有一天我看到了《戀戀風塵》。感覺像有魔法一樣的，把我吸到了一個我曾經存在過的空間。我從小也看過這麼多類似的東西啊，但沒有人拍，我能不能去做這個事情？我最先買的第一本自學教材是戴錦華老師編的一本教材，回去就拍了一部叫《留校察看》的片子，就是屬於那種 low 到極 low 的好笑，在學校一公映就火了。進鳳凰衛視之後做了6年編導，有一次內部會議，領導問我說：“你以後想做什麼？”我說：“我要去拍電影。”然後他聽了都有點震驚。
16年開始，我就遇到了第一部電影的合作夥伴叫狗哥，1年半之後那個電影就火了。歡迎來場。這些天整個微信爆掉了，我一會兒，哎呦天哪，有快1000多條了。我每天還有路演和採訪嘛，努力回幾條，明天一忙完回到覺得，哎，又變成快2000條了。我們一直是在創作潮汕題材，所以阿嬤之後努力的方向依然是好好把潮汕的故事往下講。我不一定想拿到更大的投資，這部電影大概需要一個怎樣體量，就以它的體量去做就好了。11裡面說的這個話，電影讓我們的生命延長了3倍。從創作者來講，我從心而發，我是真誠的把我的生命體驗，或者是我聽來的生命體驗，很真情的書寫出來，然後拿到觀眾面前，給觀眾去感受。我如果是這個狀態一直保持住的話，我覺得我就是沒有在對不起電影。